Hello， 大家好，今天是9月16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马斯克再次全力加仓，特斯拉的暴涨才刚刚开始，股价加出目标新高。如果错过低位买入机会，那么现在上车是否还来得及？阿斯麦短线也出现了加速，周线行情可能刚刚开始，美股继续朝上方运行。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28期的视频。那么阿哲呢，也就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的美股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照常讲一下指数的环境。从我们上期视频所讲到的交错变盘 K 线识别，那么周一的这根 K 线告诉我们市场选择方向还是向上的。这一天的变盘点，它的变盘方向是往上变盘，而我们在往上变盘的过程当中，目前的价格依旧看涨。那么市场当中，我们更多去找到做多的机会。那么明白了我们的指数环境以及关键的何时会由涨转跌的可能性之后，我们要再去讲到第2和第3部分的个股分析。如果你能够明确目前的指数依旧保持向上，没有出现任何下跌的迹象，以及后续的下跌要及时识别的话，那么个股的方向你就明白了。当指数向上，很多个股大部分的机会都是多头机会，空方的机会我们大部分呢要去忽略，或者说呢只能小仓位去操作。而假如后续能够由涨转跌，那么很多时候多头的仓位将要获利兑现，那么我们去关注空方的机会为主。所以指数环境一般放在第一部分，而后我们才会讲到个股解析。而在个股的讲解当中，我们会讲到以下的标的，分别是特斯拉、HMS、APP 这3只标的呢，是最近我们经常所提到的。而在第3部分，我们会讲到比较多的标的啊，其中呢有比较常见的我们说到的英伟达、AVGO、AMD、多邻国、皮尔提亚。那么还有一些个股呢，是我们有同学在上期视频评论区所留下的标的，阿哲呢也会照常的去分析，比如说 HOD 啊和 ALAB 等个股，还有这个 Unity 都是呢我们的同学所留言，阿哲要去分析的。那么有部分个股阿哲就做了一个替换，比如说谷歌，那么这期视频呢我们就没有去提到，因为很多趋势呢没有发生改变，包括苹果也是如此，很多观点呢跟上期视频是一致的。所以如果您对此感兴趣，也可以翻看上期的视频。那么希望本期视频所讲到的内容依旧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视频，那么阿哲的视频内容一般会偏多啊，覆盖的面呢会比较广一些。那么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对于长视频可能还不太习惯观看的话，那么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点击一下视频左下角。这里呢有一个播放按钮，旁边啊有一个3角，点开之后呢可以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标的锁定的时间轴。那么点击对应时间轴，可以快速跳转到那一个标的部分去进行观看。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来到第一部分，对于交错变盘数，我们要做一个再次的复习。如果您是已经完全掌握的同学，您可以跳过这一部分，往下一部分去观看。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这一部分阿哲建议您能够认真学习，因为未来您绝对也还能够用得到。所谓的交错变盘技巧，那么就是我们上期视频所讲到的这一天容易成为变盘点，它的一个技术识别了。那么怎么样去发现某些 K 线可能会产生变盘？其实很简单，您只要去看到市场当中的颜色，它如果是连续4天每天都是交错的，每天都没有连续的，那么这4根 K 线它分别是阴阳阴阳。好，那么这种就叫做交错的运行。当市场交错运行后，再趋于同步的连贯性，那么就会产生变盘点。比如说这一天是一根阳线，那么下一天本来按照规律来讲，它应该是一根阴线，但却是收阳的，所以这一天打破了这个规律，那么它就是一个变盘点。那么我们再看它前期，像前面这个低点开始的上涨到这一波下跌，它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交错运行，没有连续性的阳线和阴线，都是今天为阳，后面呢就为阴，而后就为阳，再为阴，它是连续性的产生，而直到这个低点这根 K 线，它才出现了连续性的2根阴线，打破了前方这种阴阳交错的规律。到这一天，它就定义为变盘点，因为昨天为阴线，前天为阳线，它本身这一天应该为阳线，但却为阴线，所以这一天是变盘点。那么后续表明它为变盘低点，怎么去确认它为变盘低点？就是价格的收盘价能突破它的高点，那么不跌破它的低点，
它这一天则大概率为变盘低点，后续价格从这里出现上涨。那么这根变盘点呢，低点也没被跌破，高点呢被很强势突破，所以目前的方向依旧是延续向上。那么像前期你所看到这一波行情，它是不是也是交错的颜色的进行，阴线、阳线、阴线、阳线，而后这一天本来为阴线，但却为阳线，所以两根 K 线同色，那么它为变盘 K 线，它的低点被后续收盘跌破，所以方向呢有很大机会选择向下，所以这时候你要小心风险了。而目前的变盘点告诉我们，它的变盘方向选择向上，也就是说市场呢还有上行的可能，或者说还有上行的空间，至少目前是没有遇到变盘向下的迹象，我们就依旧保持看涨。那么上方的空间有多少？我们看到第二部分叫浪形的空间的判断。目前所看的呢，是我们在日常所经常讲到的五浪的一个推进。阿哲认为目前的一个上行是在寻找五浪高点的过程当中，而这个五浪高点到目前为止还未出现，并且这个五浪的上行已经慢慢的要超过三浪了。当然我们说过，浪形的走势三浪它不是最短的就行，它不一定就是最长的。所以这个五浪上行会不会超过三浪？那么这其实没有太多的关系。我们只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当市场当中的走势出现某些规律时，它的浪一和浪五正常它的空间呢是有斐波那契的关系的。所以我们曾经给过比较多的目标位啊，都或多或少产生了支撑和压力的提醒。比如说之前的这个小高点，它就是在前期的这个斐波那契的关键位置上出现滞涨然后调整的。那么当下呢，市场出现了一个突破压力位，打破了22,275.2这个价位。那突破这个价位，我们说过它的空间将会打开，而后这一波上行对于左侧的下跌来讲将是完全的修复，而且是很强势的修复。那么未来哪怕真见了五浪高点，真要出现比较大的一个下跌的话，很多时候它也是机会，因为趋势目前就是确定还是上升的大级别趋势，那么后续这种回调将会产生更大的一个上涨，就是它突破了这个价位之后，我们可以比较大的可能性去确定的一点，后续一旦有明显的调整，将会是更好的买入机会。那么现在这一波短线的上行推进还没有结束，依旧在保持新高。那么在这种新高之下，它的空间怎么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价位22,685.7。那么这个价位是一浪范围外138.2%的价位，它呢已经超过一浪的1倍空间了，还在继续运行。那么目前的压力位可以看到它，那么这个空间呢还有几百点的一个距离，所以当市场呢出现此处滞涨，跌破22,275.2之前，我们认为价格还会向上挺进啊，直到呢在22,685.7这里遇到明确滞涨，我们再去看跌。所以当下要么是站不稳，这个价位出现直接的再次的回落，出现假跌破，那我们可以小心市场的转向。亦或者是站稳这个价位，那么往上下一个目标就是22,685.7啊，这是呢在空间上我们去搭配价格的运动去进行一个跟踪的。当然空间预测呢不是说100%它一定会到某个价位滞涨或者说止跌，而是说在根据某些关键价位提前判定的前提下，我们在某些价位附近去关注价格走势的行为，要搭配价格 K 线的表现来去判定，这才是对于趋势的跟踪。以上呢就是第一部分，我们对于上期视频的第一小点 K 线的变盘点知识做了一个复习。同样，我们再从空间上给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压力价位。那么这个价位会不会达到？我们拭目以待，以及关注在这个运作当中 K 线的一个价格表现会否出现滞涨或者说止跌 K 线。那么希望这两部分内容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或者说是我们的财生朋友，那么听到这里可不要忘记为阿哲的视频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您宝贵的点赞。那当然，如果您的时间相对充裕的话，阿哲也希望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评论区留下您一句宝贵评论。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也希望对您能够产生一些帮助。如果您能够学习有所收获，那么阿哲希望您能够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订阅之后，您就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很感谢第一次相见您能够订阅阿哲频道。那么您可以把下方的铃铛全部打开。那么后续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个行情观点、知识点发布到平台之后，那么会由我们的平台系统第一个首先推荐给您，您就不会错过阿哲的每一期视频了。
这是属于我们粉丝专属的一个权益啊，点击之后呢会有及时的通知。而同样感谢大家的一个订阅，在后续呢，阿哲也会讲到，如果您是订阅粉丝观众，有一些福利也可以去领取。那么稍后阿哲也会作为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先看到第3部分，叫日内撑压红绿灯的一个讲解。所谓的日内撑压和浪形空间有所不同。那么日内撑压呢，也是根据 K 线来去衍生出的一种空间的测算，它比浪形空间要更偏短线趋势一些，也更加及时能够反馈市场的风险和机会。通过日内撑压的讲解，我们从前期低位买入的筹码，直到现在也依旧保持持股，甚至呢可以逐渐的加仓。所以日内撑压在短线上的把握会比浪形的空间预测要更加及时和对短线更加有效。这也是每期视频阿哲必讲的一个撑压点位。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阿哲也会通过日内撑压给到大家每一只股票在今天日内你要关注的支撑和短线的压力价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日内撑压的这一个图板，在图板的左侧啊，就是阿哲刚才所讲到的粉丝订阅的福利了。只要您是我们新订阅的粉丝同学，那么未来的1个月的时间之内，您都可以免费收到阿哲的盘前广播，都会讲到一些盘前的提示和个股的趋势跟踪。这是9月15号盘前的解析啊，阿哲呢同样会给到一些观点、指数的观点，以及个股短线波段，甚至呢有时候会给到空方的一些观点。这些呢都是每天盘前更新啊，会更加及时一点。那么在此中的第3部分就是我们的点位预测部分了。阿哲会给到纳指、特斯拉、英伟达，在盘前广播当中会把这3只标的每天盘前它的支撑和压力都给到各位。短线呢每天会有改变，那么您可以根据它做一些短线上的一个规划。那怎么去用到这个点位？怎么去判定短线的多空？很简单，您只要看一下手中股票的那一个收盘价。当市场当中的收盘价和高点、低点压力支撑做对比，如果收盘是突破了高点压力，收在这之上，说明当时的股价是多方占优，短线看多为主。而反之，如果收盘跌破低点支撑，那么就是空方占优，那么短线则空方有可能反扑，那么市场的走势将容易面临调整。那么以此呢，阿哲也去设定了一个红绿灯的指标，以方便大家更好的去观察这个迹象。这个指标的逻辑就是刚才阿哲所讲到这个逻辑，如果市场出现了一个红灯 K 线，那么就说明当天盘前所给到的预测低点支撑被跌破了，小心后续的风险到来。而市场只有出现绿灯以及连续的绿灯产生，我们才能够去认为市场这一波行情短线占优。当然了，如果出现黄色 K 线，它也是一种风险信号。黄 K 消失，黄 K 跌破啊，也同样面临市场的调整风险。那么这个黄 K 和红绿灯呢，阿哲一般是搭配来使用，它呢可以在很多时候更加及时和准确的提醒。因为有些点位可能黄 K 可以提醒，但是红灯可能比较晚。那有些点位可能红灯提醒了，但是黄 K 可能没出现。当市场出现绿灯时，我们就看涨，连续的绿灯，那么就没有问题。这里虽然没有黄 K， 但是出现了红灯，所以市场呢容易有风险。当市场再次由红灯转为绿灯时，那么绿灯则代表突破了压力，那么这里开始就短线看涨。而从低位的这个绿灯开始到现在没有出现哪怕一个红灯，而中途虽然出现了一个黄 K， 但你会发现黄 K 的低点是没有被跌破过的，而黄 K 消失之后也保持上行，目前一直处于黄 K 区间之内，而这个黄 K 呢也还没有消失，也还没有跌破，也同样还没有一个红灯的出现。所以当前市场虽然涨得让人很心慌，涨得让人感觉有点恐惧，但从我们的红绿灯和黄 K 信号来说呢，确实有所短线的超买，有所风险，但整体右侧的提醒、右侧的离场信号还未发生。这也是阿哲呢最近在盘前广播当中比较多去讲到的市场呢有黄 K 信号了，收阴跌破某些关键价位，我们要确认回调的开始，如果没有，那么就不要去测顶，我们继续保持看涨，维持看涨，不要去随意在上升趋势当中呢去盲目认为某个高点的到来，除非有明确的右侧风险信号，而当下是一个风险信号都未出现，所以继续保持看涨。我们看到目前的黄色 K 线就是昨天的这一根阳线，那么这根阳线呢很是强势接近关头阳线，所以可以看出虽然超涨，虽然动能很强，有可能物极必反，但是它确实是保持特别强势的表现。那么它的一个低点呢就作为一个黄 K 的防守，只有把它跌破，黄 K 消失，这作为一种风险信号。另外一种就关注一下今天的预测高低点的值。
如果今天的收盘价去跌破了22,290.88，那么将会出现一个红灯 K 线。那么哪怕没有跌破黄 K 低点，但是黄 K 之后出现红灯，它也是一种高风险的点位。那么作为股价来讲，你是要面临回调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的。那么你就要做出一些减仓止盈的手段。那么上方呢预测的高点值是22,410.12，这个价格如果收盘突破，将是一个绿灯，而在此之中保持呢，就说明它不是红灯，也不是绿灯，那么就维持之前的方向看涨。所以当下短线的风险会出现在哪里呢？出现红灯 K 线，亦或者出现黄 K 消失、黄 K 跌破，那么这些就是比较明确的风险。当然，你如果想要更加右侧一点，你可以把这个缺口作为你的关注方向。当市场有一根阴线把这个缺口跌破时，好，那么前期低位买进的筹码，直到目前为止，你可以做短线的获利兑现，这也是属于一种方向的观察。那么以上呢，就是对于日内承压点位的一个公布了。那么每天盘前阿哲都会把这个点位写在我们的广播当中。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可能您还不知道怎么去领取这个盘前广播。那么阿哲简单说一下，您现在呢可以看一下我们下方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的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您点击那一条置顶评论当中的链接，就可以找到阿哲的助教老师。那么助教老师呢，是负责阿哲平时授课的链接的一个发放啊，以及福利的发放。像我们的盘前广播就是订阅福利的其中一种。您呢找到他之后，可以跟他说一下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同时您可以发一下您需要一个盘前这个字眼给他，他就会给大家去告知如何去领取阿哲每天的美股盘前解析了。当然，如果您觉得点击评论区有一点点繁琐，您也可以看一下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感叹号，点击那个感叹号，也可以快速的跳转到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界面，那么也可以快速找到助教老师。所以，如果您是新订阅同学，还未跟助教老师取得联系的，那么记得呢及时找到助教，领取我们的订阅粉丝福利。一般呢，我们的订阅粉丝福利会有2种。那么刚才阿哲有讲到。第一个就是盘前解析广播的文字提醒，一些点位的预测。那么第二个福利呢，才是重中之重，就是阿哲呢平时除了公开的课程之外，也会讲一些专门针对订阅粉丝同学的内部课程，一些进阶知识。会把一些不公开的内容呢，我们单独去私下去讲解，而那一些内容想要收听得到，你需要进入到内部直播间。那么它的一个听课方式呢，您必须得找到助教跟助教老师报名之后，他才会发给您，您呢才能够收听得到。公开频道是不会讲到这些内容的。比如说在本周我们开办的课程呢，叫量能解密。我们每月每周都有不同的主题和知识分享。那本周呢，我们就讲一下成交量怎么在实战当中去进行使用，和关注哪一些成交量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在今天9月16号已经讲到了高量破局制胜，讲了成交量当中的高量，第一节课程已经结束，目前呢只能去听回放了。如果您是刚看到阿哲视频的同学，点击订阅之后，记得快速的去找到助教，因为后续的课程也是每天在进行，所以最好有空的话可以以听直播为主。那么如果有时差，您呢再去考虑听回放，那么对您的学习会有更大的帮助。所以这2重福利呢，您找到助教老师之后，可以都去领取。像盘前广播呢，它很多时候是一个观点，您可以更加快速及时得到阿哲的某些看法，但是阿哲认为福利2对您的帮助会更大，因为这是教您能够怎么去看未来，您自己可以更独立的去分析和交易。那么了解完我们的订阅粉丝福利之后，我们将来到第2部分。那么第1部分我们讲到了有关纳斯达克指数在短线和在波段上它的重要空间和变盘的信号。那么第2部分我们开始讲到个股了。对于指数的方向，当下依旧选择向上，那我们就关注目前的强势上涨的股票去做交易，去做多即可。等到市场后续真出现了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一些反向短线要调整的一个信号时，我们再及时做出获利兑现的行为。那么目前第1支标的呢，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特斯拉的走势最近出现了一波加速行情3根 K 线3天时间涨了10%几。那么这种行情呢，一旦抓到是特别让人开心的。我们在前期低位的时候就不断的强调，它走出收敛三角形，而后突破趋势呢，慢慢由一个下行收敛走成了一个通道型上涨。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坏的现象就是它维持通道的上行，而相对最好的就是脱离通道出现加速。那目前特斯拉呢，走势就是往我们当时所预期当中最好的表现去走的。
那么这一波行情我们称为主升上浪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加的。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还记得，在前期这种位置的时候，我们就有讲过，特斯拉有很大机会处于上浪的启动点上。那目前呢，也算是达到了一个预期。那么当下我们再去做买进，你就已经不是波段的布局了，很多时候可能做的是短线的追涨。昨天冲高回落，遇到了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是我们很早之前所讲到的二浪区间之内，除了二浪高点之外另外一个关键的价位就是曾经的这个长长的上影线。而这个上影线呢，是在反弹时产生。上影线代表什么？上影线代表向下反转的一个力度很强，而越是这种明显是一个高点的上影线，它就说明这里有一个曾经被验证过的压力位。所以每一个上影线的地方，你就要特别关注除非是震荡行情当中的一种长上影那种呢就还好。但如果是当边下跌反弹时所留下的这种长上影线，它的压力一般是比较明确的，这种属于后知后觉的一个压力。但这种后知后觉的一个信号呢，往往在未来你在遇到它时，它依旧能够帮助到你。所以特斯拉为什么昨天出现冲高回落，并不能够持续保持收阳线呢？一口气开盘就直接遇到这个压力，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因。技术面上呢，出现了一个抛压的现象，但有一个好的点，就是它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把左边我们所认为的这个缺口压力直接给吃掉。那么缺口以缺口去回补是很强势的回补方式，而那么这个缺口就将成为一种强支撑。那么上方的压力，下方的支撑，它就会构成波段投资者关注的一点。如果前期你是低位已经埋伏了筹码，那目前呢，其实你可以很轻松的去等待明确的右侧风险，再去卖出特斯拉。比较明确的风险就是在3天之内就出现一根明确的阴线，直接把这个缺口给跌破，那么就说明这一个回补的动作有一点点出货的现象，出货的可能，短线就要小心了。而出现这种行为之前，它在这里是震荡还是维持上涨都 OK， 它迟早要把这一个上影线给吃掉的。这个套牢盘已经消化过一次了，接下来再次上攻时就会很轻松的过去。所以作为波段投资者，你就耐心等待，要么是向上缓解套牢盘，去冲击二浪的高点，要么呢就是等待一个明确的回补底下的这个缺口，那么它就有可能由短线加速转为波段的回调，再延续后续的波段上涨。那么其实这可以作为一次获利兑现的一个时机。而作为短线投资者，如果你说现在想要买进，那有什么买点呢？有的，如果这个缺口保持的情况下，出现今天最好是1到2天内快速出现仿包的阳线，吃掉这一根冲高回落的阴线，那么就说明上方的套牢完全消化。那么接下来短线就可以去买进，然后看到二浪的这个长上影线的区间，甚至是它之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大家注意，这是短线而作为波段投资者，这里呢就没有太多必要加仓了，你呢可以继续的去等待，去观察2种信号的出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所看到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那么特斯拉的日线呢，之前是出现了一个黄色 K 线，目前是消失了。黄 K 消失意味市场有一个调整的开始，但是目前这个调整是往上去波动的，它只是高开低走而已。那么从这个高开低走的 K 线，它要去跌破这个黄 K 的低点是有点难度的。然后它跌破之后呢，因为它是一个指标带，整体的波段是向上看涨，所以它跌破了这个黄 K 的时候，其实已经来到了指标带的支撑。所以很多时候这种风险就已经不代表是风险了。它哪怕真的跌破了，后续遇到指标带也容易成为机会。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够以黄 K 去做一个衡量，我们以上方的缺口做一个风险的衡量。跌破缺口就看对于飘带的回踩，然后再去找买入机会。因为目前呢是处于短线加速短线加速的话，对于飘带会有一个快速的脱离，那么它就会产生乖离。目前的价格离中期和中短期都属于乖离相对拉大了，那么这里出现略微的回落，回补一下乖离是很正常的现象。像特斯拉的加速行情呢，它也不是说第一次出现了，像曾经这里是不是也出现过加速如果加速之后和这个飘带离得远了，它肯定是会出现回落的，也算是一种对于多头再次的蓄势，然后再去上涨。当飘带再次的乖离过大时，那么出现风险时，再对于飘带做一个回踩。如果回踩时发现不能新高，反创新低，那就是趋势容易反转的迹象。而当下是最近第一次出现远离飘带，前面呢对于飘带其实不会离很远它回归飘带都很简单。现在呢如果要回归飘带就有一定的距离了。
这种就要小心你的获利的回吐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所出现的任何转弱信号都要去注意，因为它离飘带有点远啊，但凡它只回补一半的乖离，你都有的受的。好，所以更好的就是上涨时找高抛点，而后回落时再去找飘带附近的止跌买点。目前还是一个绿灯，那么就依旧看涨；转为红灯，或者说把缺口跌破，那么都是风险。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406.235，高点的压力429.50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跌破了406.235，那么哪怕缺口没跌破，那么我们也依旧认为绿灯后转红灯是短线回调的风险，它容易出现调整，并且目标位是这个飘带，至少呢是对于飘带的乖离要回补一半啊以上，那么后续才更容易出现再次的上涨。但如果它延续绿灯呢，那就延续乖离的发生，那么后续呢，只能说调整的空间会随着本次的加速那变大。以上呢就是特斯拉的关键点位，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HMS， 目前所看的是 HMS 的空间图表。那么在这只个股的选股方案上，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啊，老同学应该都知道啊。对于新同学呢，我们就简单提一提。那不管之前的 APP 啊，那么还是 HMS， 以及我们之前每期视频有讲到的 SMCI。等等很多只标的，我们选择它的一个低位的一个依据其实很简单，就是中期、长期、短期都处于空间上的一个筹码区，就容易呢产生这种低位，至少是反弹。所以在长期中呢，我们一般会看到170天 MA， 也就是说图中的这根黑色线，是吧？它出现了回落之后，如果在170天 MA 这里出现了震荡囤积，它就容易是一个比较好的低位空间，在这种位置去做投资、去做交易、去买进呢，很多时候会买到一个波段低位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所以之前来到这里时，我们就讲到了这标的选出来之后，最近出现短线不错的一个上行，我们目前所要去考量的是它能不能够像曾经的这种行情，甚至呢是像 APP 那样子，能出现一波真正的再次新高的行情。如果可以，它目前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是吧？波段就刚刚开始，所以当下呢，股价的运作最近走弱了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市场有长上影线的位置，就容易是被验证过的压力区间。像前期这里是吧，有长上影线，而且呢是一个孤立的高点。那这种位置后续再遇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抛压区，一次不过，不能够发起第二次进攻啊，这种一般就容易形成比较强的这种压力。好，那么这里又出现了长上影线。股价下跌反弹时，这里也是一个长上影线，所以当前的一个市场，你可以认为这里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区，而现在所面临的这一个区间呢，也是比较大的压力区。一般压力区间越大，反而产生的压力的可能性，或者说它的力度呢会偏小；一般压力区间越小，它的力度反而会越大。所以当前这里呢，它的压力会小一点，那么上方这里的压力呢会大一点。好，但这个小压力呢，其实已经产生作用了，已经有2天时间遇到这个区间，而后不能够去突破。所以这里哪怕真的发生调整，那么阿哲认为也是合理的。但是波段只要不走坏，它会去突破它，而后去挑战前方的大压力区。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所看到是 HMS 的图表，那么在图表当中你会看到啊，它其实也有蛮多次出现黄 K 线后调整的。像前期这里是吧，我们说遇到左边的压力啊，同样的有黄 K 后消失跌破是吧，出现这种调整。像左边这里呢，它也是一个黄 K， 不过这个黄 K 消失跌破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有时候它的风险提醒呢，你等待右侧确认时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这个没办法，它肯定呢是有一些消息面的影响，所以才出现了这种行为。好，那么这里也是一个黄 K 出现啊，跌破之后转为红灯，但因为它的趋势转好，所以这种黄 K 跌破呢，我们认为是对于飘带的一个回踩回调，除非它后续是出现明确的跌破飘带反弹，不能够去创新高。当然，它每次跌破时，你还是要做出减仓行为，以防它真的是趋势走坏，或者说真的还是一个反弹高点。所以当时我们说过，这里呢，你应该做出什么行为？应该是减仓。再次转为绿灯时，再次看涨。好，目前的股价走势，那目前呢是一个黄 K 消失，但黄 K 未跌破，所以风险是不大的。真正的风险是跌破它的低点。但股价在回落过程当中呢，飘带它是会往上运行的，因为趋势在上行嘛，所以它会往上。所以这里它跟我们刚刚所讲的特斯拉有点类似，哪怕真的回到这个黄 K 下沿甚至跌破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是有很多支撑在这里产生了，所以这种黄 K 比较低的黄 K， 它的风险性是不大的，最多就提醒一下你，这里它需要调一调，可能会更好去上涨。而这波回调的力度，当下它依旧是一个绿灯的辐射范围，没有出现
红色的灯，那么就说明这个地方的调整力度还是正常的温和的。那么股价后续目前来看，上涨的空间依旧还有，去把这个引线的空间给吃掉的概率还是蛮大的。所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红绿灯，它只要保持绿灯，不要出现明确的红灯 K 线，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右侧保持看涨即可，很多调整都还算是温和。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呢是 52.63， 高点的压力是 55.24关注这两个数字，如果跌破 52.63 就会出现红灯 K 线，红灯一产生，那么调整的力度就比较强，那么它往黄 K 下沿运行和往飘带去测试支撑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而如果保持的它是一个无灯的调整，那么很多时候是温和的，后续再次转为绿灯就再次启动，再次看涨。以上呢是 HMS 的一个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APP 呢，目前从空间上来看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是一个新高的路程。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往外去测。在空间测量上呢，它的上方有一个算是短期上比较重要的压力呢是 636.81， 目前离的距离还是有点远。也就是说，从空间的角度，这里呢是没有说特别大的这种压力被测算得到。上方看的话呢，阿哲是看 636.81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力反馈。现在来看这个地方倒还好，之前呢我们是比较担心它会去回补缺口。当然我们也比较期待它去回补缺口，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做获利兑现后再次的去寻找买入机会。但它现在这种走势呢是不给之前，如果你之前这里不买，所以你之前这里不买，走到这里的时候你再去买，你的一个压力就比较大，而且很难呢做比较多的波段去布局。所以这个位置肯定不是一个波段投资者喜欢的买点，错过了可能就很难去买进了，它也不给你回落的机会。如果后续再回调，这个缺口附近其实就能够走出第二次的一个机会。当它不给的话呢，只能够去看它爬升了，这里再去做买进加仓就相对很被动，所以不太建议呢在这里去进行买进。目前所看到是 APP 的一个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你会发现最新这根 K 线，周一的 K 线，它是一根黄色 K 线。黄 K 呢之前在这里也产生过，但是它没有出现黄 K 消失且跌破，而是回踩了飘带，再次走出启动的上涨。那么在这波走势当中呢，绿灯保持，绿灯延续，那目前出现了黄色 K 线，所以你肯定不能够在这里去随便买进了。黄 K 消失，黄 K 跌破将是风险的提醒，同时这里出现了红灯 K 线也是风险提醒，只是目前还没有所以跟指数一样维持上行，跟特斯拉一样维持上行的判定，但是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风险区。风险区不代表一定会跌，一定呢会见高点。像低位的这种风险区呢，很多时候可能就是给回调的买点。但是如果市场已经走了一波波段了，已经是有一定的上行了，这时候出现黄 K 呢，一旦被跌破，你要特别小心，它容易出现比较大的回撤。那么像现在是吧，已经是加速过程当中出现了黄 K， 而且是第二次出现，这里一旦破，你说在这个位置去买股票，如果它往下回踩破了飘带，那你就真的是高位站岗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等待的是黄 K 的风险消失，而后回调后找飘带附近的止跌买点，就跟前期这一波黄 K 消失，黄 K 跌破，回到飘带，由红灯转绿灯去买进，你以飘带做防守，那么它这个位置的盈亏比呢，就比在上方要好太多。那目前我们看一下它会不会出现红灯 K 线，看一下低点支撑 583.684，高点压力是 604.727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就是第二部分关于特斯拉 HMS 和 APP 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是阿哲日常解析标的，还有一些是我们同学的一个标的个股。那么阿哲呢会以技术面为主要角度来去讲解它的趋势和关键承压点位。那么其中呢有一只标的呢在最近表现也很不错，像阿斯麦是吧？虽然阿哲呢不是专门重点去提没有像特斯拉呀、HMS、APP 那样每期呢去花比较多时间去讲解，但阿斯麦也是我们最近一直所提醒的，并且呢，它的选股的一个方式和 HMS 和 APP 是一样的，都是中短线、长线共振的筹码密集区，我们去找的启动点。所以很多时候呢，选股技巧可能没有那么多麻烦，我们简单的选股方式也能够产生不俗的一个效果。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支标的呢是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那你会看到它的趋势飘带目前依旧是没有转变颜色，而股价短线强势上涨之后呢，它没有说很有效的站上我们的一个飘带。昨天呢，市场出现了一根黄色 K 线，价格的一个
收盘是吧？是收跌的。好，那么价格走势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跌破这个飘带，所以它的一个反弹高点的确定还不是很明确。但顶分型已经出现，而黄 K 也出现，所以这里只要它从绿灯转为红灯，那么更加右侧的判定是有一根阴线跌破飘带的下沿。那我们可以判定的是，这一波反弹它还是反弹，高点就是这个高点，而我们的飘带下沿目前可以看一下是处于174.639，如果收阴跌破它，那么价格往下将要回落，这个缺口呢很容易就被回补，所以目前是属于空方飘带当中的一次反弹。那究竟会不会出现红灯和破位不清楚，但如果不出现刚才所讲的情况，就是它不跌破这个飘带，而是在飘带这里还是维持震荡，那么后续再出现绿灯，我们还是可以看涨的，因为它这里就说明飘带呢由压力转为支撑，那么只要有支撑的特性，那么这种飘带就有机会再次回归止带。好，所以我们目前呢还是保持绿灯的看涨，只是这里不能作为买点，因为它已经反弹到了一个压力区，而目前在测试压力有没有转为支撑。那么这里呢要小心我们的一个跌破飘带，以及呢转为红灯。那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173.96，高点的压力是178.3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呢是博通。博通啊也是出现了这种加速行情，加速之后呢还有再次的一个上涨。我们之前说过运线的结构出现的时候，突破运线的大 K 线的高点，那么这里可以看涨。而看涨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有 K 线再跌破到这个大阴线的高点之内，那么我们如果跌回来，就说明这个运线突破是假突破，那么方向很可能它不是向上，而是向下。那当下呢，它依旧是突破之后在这里去踩，所以它的高点有支撑，不跌破这个高点之前呢，我们依旧可以看多看涨。那么当下不太好的一点就是它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离飘带有一定的乖离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由绿灯转红灯的迹象。那么这种情况呢，就说明它维持调整，在再次出现绿灯之前，这里呢我们依旧要小心它延续调整，因为如果延续调整的话，它应该会往飘带运行，那么大阴线的高点支撑它很容易是被破掉的。而我们要的是在大阴线高点支撑这里不要盘太久最好能够再出现一根绿灯 K 线，那么我们可以再次往上去看，它的乖离可能会再次拉大。而我们的底下的支撑呢，在330.956这是波段支撑，也跟缺口共振，所以这里是一个强支撑区。如果价格往下回，如果您是对于博通比较跟踪比较关注的话，这附近将会是一个不错的低吸波段点位。那我们看到预测值，价格的低点支撑是360.215。高点的压力是369.37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是 AMD 挺多同学呢也是在评论区有留言说到这标的怎么去看的。那阿哲不太清楚大家是做多还是做空的方向了。那很明显，之前这一个飘带如果处于一个紫色带的话呢，以做多为主，回调呢找买点。那么如果是黄色带，我们很多时候从中短期就偏空了，至少它不作为主要选择的做多标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像特斯拉HMS APP， 其实很多股票在真正要走出不错上涨之前，很多时候它会先转为止带，然后呢再出现回踩后的启动。那如果一个股票它还是一个黄带的时候，你要去做它的上涨，你呢只能以反弹来看待，否则你说还在黄色飘带，我就直接看它反转，就直接给很高的预期，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只能说赌一赌所以它的概率性呢会偏低一些。所以黄带不作为主要做多的标的选择，这也是一种选股的比较简单的方向，因为它的趋势目前是中短期走坏，哪怕长线170还在向上但是它离得比较远，你很难保它不会往170去回归。所以在黄带的运行当中呢，很多时候就看个反弹，而反弹到黄带附近就是一个压力位。当下呢是出现了一个黄带的压力回落了2次但是这一次回落没有创新低而后反弹又到了黄带，这里要小心它跌破黄色带，那么就是再一次的回落，这里呢再新低的可能性就会变大一点了。我们再看到这一个预测，我们再看到这个飘带的下沿，它是在160.01所以160.01这个价位如果被收阴跌破，将是一个比较小心的一个动作。看到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159.381，高点的压力是164.079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多邻国，多邻国呢它是处于一个比较长时间的黄色带了。
黄色带当中呢，它可能会出现超跌啊，可能会出现反弹啊，但只要黄色带它没有被反弹所进行改变它的一个颜色，是吧？你会发现有时候很强的反弹，但是黄色带呢依旧是黄色带，不是紫色带，所以这种下跌就是顺势看空，亦或者是你不要随便去做多，要做啊也尽可能做一些确定性的反弹信号。前期的上涨呢是一个紫色带，是吧？整体呢是上涨偏多的，在跌破紫色带之后，趋势由多转空啊，市场呢出现下跌，在170附近呢没有产生止跌，而是直接跌穿，所以它的趋势整体是向下的。现在呢有一些资金流进的这种现象，但是因为整体趋势都不太好，所以你不能因为有资金流进了你就去买进，你也不知道这个资金这个机构想干嘛。如果只是一波下跌时的首次建仓，那你就完了。可能后续还有多次的流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最好等待趋势转变之后再去积极做多，在此之前你最多做一个反弹，是吧？好，所以整体的主基调定好之后，我们再去找交易机会。那目前的交易机会呢，很多时候你看反弹之后由绿灯转红灯，跌破了这个飘带，那么至少不能够再简单去做多。这里呢，你说我前面低位买进了，到这里肯定是要小心了。而它跌破飘带说明它还有可能跟之前一样，就是反弹的做空点，或者说它属于一种相对偏空趋势下反弹的结束点。那除非这里由一个红灯直接转为绿灯，那么可能会出现趋势的反向，继续短线的看涨。但如果它依旧保持红灯和无灯，那么这里呢就还是看调整。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72.24。高点的压力呢是297.5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PLTR，PLTR 它也是一个反弹，但是这个反弹呢还算是比较强的吧。从前方的这个低点的红灯转为绿灯之后，这一波反弹力度还是 OK 的。而后它能够反弹出一个黄 K，所以它这个反弹力度很强。前方这里呢，高位也是黄 K 之后跌破出现了这种下跌，而且跌破了紫带，反弹见黄带，黄带目前是没有说有明确的一个压力，因为它没有跌回来。而后它的飘带有走窄，那么就说明它有可能会因为本次的反弹力度过强，而导致趋势呢由黄带再转为紫带，这是一个很大的可能现象的。因为目前它已经是走得很窄了，它这波回落只要不是很强的回落，那基本上它就容易走回支撑，而这个价位呢是在161.59附近这个位置只要不是被阴线快速跌破的话，这波反弹是有机会以缓慢的震荡来让它变成紫带的。但是目前它确实也还没有转为紫色带，所以当下呢还是以反弹看待。股价如果出现阴线跌破这个黄 K 消失，那么关注它对于往下这个支撑的一个测试。如果还是收一根阴线跌破这个飘带，那么依旧还是以反弹看待，它的趋势走势反向就不太容易成功。所以这是关于 PLTR， 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167.115，高点的压力呢是171.50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oin， 那么 Coin 呢，它已经转为了紫色带。它前期呢经过比较长时间的下跌，而后在超跌之后呢，以震荡的方式让飘带靠近股价，而后让飘带收窄，所以它这一波反弹不是很强，但是同样能够让飘带由一个黄色转为一个紫色。那么上方的一个 K 线也转为了一个黄 K， 那么黄 K 哪怕被跌破因为它是低位黄 K， 下方是一个紫色飘带，所以最多就以回调来看待。目前呢都是一个绿色灯，是吧？它没有红灯在近期，那么我们就认为它的整体走势还是短线偏多，中短线也偏多，整体股价运行看多为主。那么预测的低点的值是323.992，高点的压力是331.467关注这两个数值。再看一下飘带这附近是311.137在这附近作为支撑，但因为飘带目前刚转，这里也同样不能够产生太明显的跌破飘带比较窄的时候呢，它的趋势刚形成转换，那么是不太稳定的，最好还是保持强势上行，让飘带能够再次的放大放宽趋势的优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LMND 这位同学他所留言的股票，它的一个走势其实和刚才所看到的 PLTR 有点相似也是高位出现黄 K 跌破之后出现了对飘带的下破，飘带没有产生比较好的一个支撑破位了，但这个飘带破位呢没有成功跌破因为它只跌破了
一根、2根之后就止跌了，跟上期视频我们讲到的一只标的 TER 是有点类似的，没有有效跌破，而后出现上涨时呢，是重新回到飘带之上，这个飘带没有产生特别明显的一个支撑，跳空缺口就飞过去了，所以这里的飘带大概率它只是一个初步的走为震荡，而不是转为空头啊，所以当下只要维持飘带之上，它依旧还有蓄势再转为上升趋势的一个机会。你会发现的是，它前期是不是也在170附近出现了一个止跌啊？包括这里，当170和飘带是粘合靠近时，那么特别是都是往上走时，它就容易产生这种行情。APP 也是从这种股价走势当中走出来的。那么现在呢，不是一种特别好的趋势介入买入的一个机会，因为前方有资金流出，而后有黄 K 跌破，所以往上走这里是有压力的。当下只能说由上升趋势转为了一个震荡行情，能不能够重新回归上升趋势啊？这里还要存疑，因为前方有多个黄 K 压力比较强，这里要看一下它是否能够回调之后再新高啊。但是当下的走势来看还是比较强势的，飘带先守住，守住才能够看新高。看这个飘带的支撑下沿是在52.516，这个点位不要跌破，跌破就有可能还是反弹高点来对待。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55.725。高点压力是58.555啊，关注这2个数字，保持绿灯，保持无灯就依旧看涨，转红灯小心对于飘带的跌穿。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呢是科尔维，科尔维的一个走势整体也是强势的反弹，它呢也把飘带呢由黄转为了一个紫色啊，类似于 coin。前期低位有多次的资金流进啊，流进之后呢有价格的明显反馈，说明这个动作啊有机会产生反转。它的飘带也是本次下跌以来首次转为紫色带，那么这紫色带能不能形成往上的趋势动作，那要看它发散的一个力度了。目前在这里离得还比较远，所以它只要不是出现大跌，那这个飘带慢慢的会进行一个发散，那么趋势的力度会逐渐增强，上升趋势将会慢慢的形成。目前只是雏形，但已经不错了。这一波上行的时候回落的2个缺口，前方所留的2个缺口都一个没有被有效回补。这一天是长下影线补到最后剩一点点，也没补掉，所以下方的多头力量比较强势。我们说长上影线是往下反转力量，那么长下影线呢就往上反转力量，所以当下呢依旧是向上看涨，还是保持这个绿灯，那么就看涨。我们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118.29，高点的压力是124.06啊，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再看到阿斯麦。阿斯麦的一个股价走势也是很强劲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选股的方案大差不差啊，都是呢在紫色飘带和170附近共振的位置出现了这种震荡回落盘整啊，都是我们要去关注的，是不是最近它也走出来了？好，那么它这个走势呢很是强劲啊，也是一个单边走势吧，甚至可以说不比特斯拉差的，它的涨幅啊，甚至呢还比特斯拉要多。因为它前期有大跌过嘛，一个比较明显的升幅下跌，目前是直接以跳空缺口把左边的高点给吃掉，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低位反转的迹象。目前是来到了左边这根大阴线的高点附近啊，它是刚刚好站上一点点啊，不是很有效的突破，但阿哲认为它这种缺口上行来到这里要去突破就特别简单。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它的周线股价走势，周线呢其实它也处于一种阶段，周线是170天均线的位置出现了一个止跌，那么这个动作呢和前期这里有点相似，就是在170天均线附近出现了下跌反弹破位再反弹而后回踩的动作，是不是一个头肩底的一个状态？现在呢也是下跌反弹再破位而后上涨再回调，目前再次突破，而它突破的地方呢，已经是破了左边的这种类似颈线位的地方，所以周线行情走出了一个趋势上行过程当中的低位反转，所以这里从波段角度来讲，应该算是一种反转态势啊，它突破了颈线位，所以在日线上呢走出强势上涨，那么这里呢，不管它是持续的突破左边的一个压力呢，还是说会产生回调，去进行一个回踩前期这种紫色带，那么给到我们的回调买入机会等等都行。但是我们都知道，它处于周线很大概率的反转区间，所以股价不管是往下调还是往上涨，我们认为它都属于周线波段的一个上行当中。如果能够再给调整加仓机会，那会更好。毕竟我们之前呢是在低位这里去埋伏的。那么如果再给加仓机会呢，就能够更上更多的仓位了。那当下呢，依旧处于一种绿灯的行情。当市场强势时呢，红灯是比较少见的。这一波从绿灯走到现在啊，每天都有
绿灯，除了这一天走为了一个红灯，所以当时这个黄 K 走红灯在跌破，我们说过这也是一个减仓信号，小心它往飘带的运行。但是后续继续转为了一个绿灯 K 线，所以重新回归市场的看涨。我们的这一个红灯 K 线呢，就为一次砸盘现象。那当下呢，它依旧是一个绿灯，那我们就维持看涨。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850.61，高点的压力呢是885.410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呢是 Unity 这个股票呢之前有讲过一段时间但最近呢有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去提到了。这一波上行就是一个弱势或者说是正常的趋势运行的波段了。它的上涨呢是比较有规律的，上涨遇到黄 K 回调一下到飘带上涨，回调飘带上涨，黄 K 再次往飘带去回归补乖离，去回归去修补乖离，而后再次启动。所以当下呢是一个绿灯 K 线，所以再次呢在飘带回踩把乖离修复一下，那么再出现绿灯就再次看涨，是吧？前期都是如此，回踩飘带转绿灯上涨，回踩飘带转绿灯上涨，而后出现黄 K 红灯对飘带做一个回补，而后再出现绿灯再去看涨。所以它的趋势目前就处于这个阶段，它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波段，没有走得很强，没有加速，走一个类似通道的动作。那有没有可能加速呢？也不是说没机会但是从目前的表现来看，它不算很强势的，加速的概率呢是偏低的。只是从趋势来讲，它这一次回踩没有踩到这个飘带说明它比前两次要强。是否能够加速，我们可以去关注这个绿灯之后的走势，保持绿灯即可。我们先不以加速来去看待，先以趋势上行来去看待。下一次再出现红灯和黄 K 的时候，再小心对于飘带回补就行。目前依旧是首次的回踩飘带后的首个绿灯，所以可以作为看涨。我们看一下预测低点值45.23，高点压力呢是48.06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 SOUN 这个股票好像很多人也是关注的，人气好像也是比较不错。它呢是整体处于上行，它的170天线和这一个中短期呢也是粘合的，整体是上行。所以怎么说呢？这种连续粘合的没有脱离的，就说明它也是用正常的一个波段。如果前期下跌走到这里，刚出现粘合的时候，我们去做交易的话，整体这个波段也是 OK 的。不是说每次出现这种中短期、中期都是粘合的时候，它就一定能够暴涨。其实我们最近选的个股当中，也不是每一个都能够加速上涨。像 MSTR 是吧？我们选了之后，它确实也没有出现加速，只是呢整体是一个震荡没有再下跌而已。像 SOUN 也是一样的，它呢也是处于相对偏好一点的，处于上行，但是是震荡上行，就围绕了中长期170天线和这个飘带在波动而已。这种个股相对来讲也是有一定的规律像刚才所讲的 Unity 有点类似也就是一旦有加速，容易回落，回落过程当中呢，对这个飘带呢有一定的乖离之后，它就容易被拉扯回来。简单来讲，这种趋势一般会形成一个 N 字形上行之后呢，就突破之后呢，会形成这种下跌。下跌之后呢，一旦再跌破左边的低点，容易呢形成低点。而它每次这种趋势比较弱的行情，一突破高点，它就容易遇到滞涨一旦一突破低点，它容易呢被拉扯，就容易形成低点。那最近的行情好像有点走强，因为低点呢没有再破了，低点在抬高了，只是高点它也在降低，所以这里呢有点收敛的状态。它的方向是容易在这里选择的，170呢开始是往下，而且是明显往下，所以当下你要小心这个高点不过，而后滞涨往下，选择跌破飘带，那么再跌破三角形，它的方向就会向下，这是要特别小心的一点，因为它之前走的一直是弱趋势，弱趋势再走收敛，那么选择的方向有可能会是单边。那么这个单边走势，我们从整体前期高点下跌反弹，它就有一个下跌之后走横盘向上，这里有可能是 A， 这里有可能是 B， 这里有可能是 C， 它是有机会这么去走这种向下的一个波段的，所以要小心因为它这波上行不强比较弱，时间又比较长，对比前期那波下跌，它这里可能是一个反弹，而左边这里呢，它是一个黄 K 高点，所以是压力。目前这里又是黄 K， 又是跌破，飘带又比较浅，很容易跌破。一旦跌破飘带，一旦飘带转为黄色，再跌破前方这个趋势线，方向选择向下的概率就很大，而且这个方向有可能是加速的，所以要特别小心。它一定要保持趋势带的向上，然后去往上方的高点去突破，否则很危险，
容易是大的一个反弹的趋势的末尾，所以这一点是要小心的。好，我们看一下预测值，我们看一下低点支撑是14.115，高点的压力呢是15.28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组股票 LFMD 啊，很多时候呢，像这种股票阿哲一般是不会把它放到个股列表里面的哈，是我们同学要求，所以阿哲可以讲一讲。那么这一波下跌怎么说呢？正常我们说过啊，这黄色带一般我们是不以此作为主要的做多标的选择，特别是市场如果还处于强势的上涨当中的时候啊，你发现很多股票如果是黄色带，而市场是在强势上涨，这种股票你绝对不能作为当下做多的一个选择。你说阿哲，我不能抄底吗？可以，但是你不要选在指数那么强的时候去抄底。指数那么强势，如果有股票还有抄底机会，就只能说你的这个股票啊很弱很弱，才会给你抄底机会。就是商品便宜不代表就一定好，有可能你认为的它的便宜啊，只是别人不要啊，那么它可能买到你手里之后，别人也还是不要，那么它就会越来越便宜，越买越便宜。在强势行情当中，不要找弱势股去做多。这一波下跌呢，依旧是一个黄色带，那黄色带呢，就是相对的偏空了，我们更多的就要小心了。如果你要去抄底，要去买进，在黄色带之下，很多信号呢，可能都是反弹看涨而已。它不是一个反转，等待趋势转为紫色之后，才能够去研它是否会上行。那么看一下它的一个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5.795，高点压力啊是5.935啊。当然，这个红绿灯在这种强趋势下跌当中呢是意义不大的，你可以关注它的红灯。反弹飘带出现红灯呢，就意味着还要下跌；绿灯呢在飘带附近、飘带之下啊，一般就意味反弹而已。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HOOD 价格走势是处于飘带相对比较走缓啊，飘带的走缓，它就说明处于震荡。前期呢是一个强势上涨单边，而后目前是出现了黄带和紫带交错，那么它就走为一个震荡行情。整个行情呢突破了高点之后，就出现了滞涨压力。那么这里是一个回落，那么说明这个突破啊，它第一次是没有效的。而如果它保持震荡的话呢，它应该以此为下沿，以此为上沿。那么这一波回落，如果还是震荡行情，它的飘带就不会有支撑，缺口应该也很容易被回补。所以当下 HOD 是否在延续震荡，还是说它能够延续之前的上涨，你要关注一下这波回落的力度，底下的支撑是否强势。如果这波回落力度是这样走的，就这里就有支撑，这里能够转为绿灯，那么就说明震荡到此很容易结束，那么后续维持上升趋势。而反之，如果飘带不能够产生支撑，缺口也很快被回补，那么它的方向向下，那么就说明还维持震荡。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关键的这个支撑上沿是110.26，在这之上出现绿灯重新看涨，可以搏一搏它回归上升趋势。关键就在于这附近不要有很明确的、比较简单的跌破。如果一点支撑都没有，那一般来讲就说明它还无趋势，还是震荡。那我们看一下绿灯 K 线，低点支撑呢是111.575，高点的压力呢是115.68，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呢，它就算是由之前的震荡转到目前啊，有点转为上升趋势，因为它的飘带开始是有支撑了。之前呢是直接把飘带跌破，没有半点支撑。好，那么现在呢，这里开始飘带不跌破了，最近这里飘带不跌破了啊，转为支撑了。那么飘带不跌破转为支撑，出现绿灯则为买点看涨点。虽然这一天上影线很长那么你可以买少一点，就是因为有长上影线，所以这一天呢甚至都可以说不买因为 K 线如果为长上影，就说明有向下的反转力量。很多时候最好买点就是绿灯的实体阳线会更好一点点。那么当下呢，你也可以等待多一根阳线绿灯来去作为买入。目前这里是长上影线的话，它还容易震荡波折你可以再等一天确认一下。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230.875，高点的压力是234.28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LAB 这个股票也是强趋势上涨前期呢是不是也出现过一个现象，就是170和飘带粘合的时候同样也是长时间下跌之后走到这里是吧，也是这种形态，而后出现启动。好，这种启动的运行当中，它也有出现过黄色 K 线跌破等等的，但因为它的飘带很宽，所以支撑很强，哪怕有黄 K 有红灯，它整体来讲也是回调看待罢了。那么回踩飘带出现了强势上涨，那么是不是就能够看涨？那目前一波波段回踩之后的上涨，它来到了
黄 K 和红灯出现的时候，那这里呢就小心调整的一个风险。它的一个目的就是回踩飘带，缓解乖离，然后再次起波段，再次新高。这是一个上升趋势，我们一开始的预期，除非这波下跌把飘带跌穿，那么后续飘带转为黄色啊，那个时候我们说趋势要走为反转，那个时候我们再去相对谨慎的不要去做多它。但当下呢，依旧一样的等待回调飘带做多即可。而目前如果你想做短线，你也可以等待不回调飘带，而是在这里出现红灯之后转绿灯啊，可以看一波短线上行。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228.75。高点的压力是238.42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就是9月16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感谢您的收听，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